人闻取天下恒无事，及其有事也，则不足以取天下矣。白话：得天下以太平，若其不太平，就不足以得天下了。要取得天下，就必须能让天下太平。若无法让天下恢复太平，那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。大禹并没有取天下的野心，他之所以成为天下共主，是因为诸侯们主动推举他，目的很单纯，希望他能统筹众国，治理水患。反过来说，若当年大禹治水失败，他就不可能成为天下共主，这正是及其有事也，则不足以取天下矣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恒无事，天下才能太平，才能长治久安。到了武王伐纣之时，无欲之心的内涵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太平之治仍然是取天下的必要条件。西周虽然得天下，却起了思天下的心，这一面有事，反而成了灭亡的种子。短短200多年，王朝倾颓，到了东周，早已名存实亡。不但自绝于天下诸侯，更使周朝小天下陷入长达500年的分裂。所以，无事有内外两层意义，内在是无欲之心，外在则是太平之治。自古以来，有一句话历久不衰，即使在专制腐败已达巅峰的明清时代，人们仍然这样说：得民心者，得天下。这样的民本思想早已深藏在人们灵魂深处，成为被广老智慧的潜在记忆。所谓太平，不只是外在的和平，更是一种内在的安定，民心的安定。百姓渴望太平，能让百姓重获太平者，才真正有资格取天下。夏朝的天下是因大禹成功治水，诸侯推戴而成王。夏后朝的天下则是继承大禹的功业。商朝取天下是以武力推翻夏桀。殷商的天下又由继承而来。到了周朝，则以武力讨伐商纣，取而代之。虽然方式各异，但有一点相同，他们都曾让天下重归太平。在大禹时代，天下指的是整个世界。夏朝长治久安太平数百年后，因缺乏人才治理而洪涝平庸，导致诸侯离心，于是纷纷不朝不会。后来大禹子的孙夏后起重新振作，收拾山河，或许为了象征继承，改名为夏后之国，但更可能是后人加以区分，因为后有诸侯之意，暗喻夏后虽是大禹之后，却不能完全代表夏朝，如同商与殷商，周与东周，其实都是后人的区分。虽然夏后重新振作，然而此后所谓的天下，其实已不再是普天之下象征世界的天下，而只是夏后本国与其附属诸侯的天下。这样的王天下体系延续到殷商末年，到了周朝，天下改以分封制治理，以礼教与宗法为纲。虽然政治约束更严，但版图却大幅缩小，而周原更以中心自居，
而侵蚀古诸侯与四方民族，甚至将蛮夷戎狄污名化，例如犬戎。因此，取天下封无事，及其有事也，则不足以取天下矣。若以语气与脉络来看，最可能指的就是大禹治水时的取天下。若当年大禹治水失败，天下诸侯又怎会拥戴他为王？也就不会有夏朝的诞生。可以说，夏朝的存在正是源于那场成功的治水。长治久安这个词，或许正是由此而来。长达800年的太平无事。换言之，大禹取天下，其实并没有取天下的私心。至于黄老之学的另一句“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福德矣。夫天下神器也，非可为者也”，这里的语气就多了一分欲取天下的意图。只是碍于当时共主势力仍然强大，诸侯之间尚未归心，因此虽有心而不敢为之。再看这一句“以政之邦，以机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，吾何以知其然也哉”，则比前者更进一步。这已不只是观望，而是谋划。因为有前朝的教训，他们知道该如何取天下。这句话极可能是周人发商前的思考与准备。夏代行道德之治，商代行仁义之治，周代行礼法之治。因此，道法自然是夏代的治道核心，道法人心是商代的精神所在。而道法制度则是周代的基石。三者虽同出一源，却不可同日而语。在接下来的系列中，我们将会更清楚看见这条演变的脉络，从自然之道到人心之道，再到制度之道，